你知道吗？人体其实是可以制造天然的类固醇，自体免疫疾病是可能减药和根治的。大家好，我是 Dr. Lin， 今天我要来跟华人朋友们分享一个你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过的自体免疫疾病新观点。首先，自体免疫疾病常见的用药有哪些？会造成什么副作用呢？常见的自体免疫疾病有红斑性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桥本氏甲状腺炎、乳糜泻、溃疡性结肠炎等等。这类的疾病常造成全身性的代谢问题、关节变形、皮肤、肾脏、心脏组织受损，导致患者的生活品质很差。老实说，这类疾病的名称真的有很多，但是它们都有共同点，那就是自体免疫疾病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发炎性免疫性疾病 （inflammatory autoimmune diseases）。因此，西方医学的药物治疗策略主要是在消灭体内的发炎和调节免疫系统。常见的药物有类固醇、消炎止痛药、免疫调节剂及免疫抑制剂。这些药物常见的副作用有免疫力低下，造成感染、消化道溃疡、肝指数上升、月亮脸、水牛肩等等。这些大家在个别的药物访谈上面都可以查得到哦。但是是什么引发这个发炎之火呢？为什么这群患者的体内这么容易发炎呢？这就要提一下自然医学的核心概念了 ，Find the root causes， 找出真正的根源。为什么要强调是 causes 复数 s 呢？因为造成自体免疫疾病的病根常常不止一个，要把每一个致病因子一一根除，才能真正的逆转。那么，美国自然医学到底是如何治疗自体免疫疾病的呢？其实，身体本身就有天然的免疫调节剂，在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它呢，就是我们的性荷尔蒙 （sex hormones）。研究发现，自体免疫疾病好发于女性身上，像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男女比就是1:3。而这个性别上的差异呢，就告诉我们一个线索，那就是性荷尔蒙对免疫系统是有绝对的影响。常见的性荷尔蒙有属于女性荷尔蒙的雌激素 estrogen、黄体素 progesterone 和属于男性荷尔蒙的睾固酮 testosterone。雌激素本身是促进发炎的一种分子，而黄体素却有抗发炎的作用，睾固酮呢，则是有抑制免疫反应的作用。研究指出，自体免疫患者体内常出现高雌激素、低黄体素、低睾固酮的现象，导致免疫调节出了状况。所以我都会建议患者可以检验一下自身的性荷尔蒙系统，赶快把失去的天然免疫调节剂找回来。另外，有些女性朋友会说，我是自体免疫患者，但是我已经停经了，那这样还会受到荷尔蒙的影响吗？答案是会的，因为即使你已经停经了，你体内还是存有少量的荷尔蒙，而且这个还是可以检验得出来的。关于如何维持好荷尔蒙的平衡，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我一系列的妇科影片。除了性荷尔蒙之外，另一种重要的荷尔蒙就是皮质醇 cortisol。皮质醇是人在面对身心压力下会产生的一种压力荷尔蒙。它具有消炎、抑制免疫系统的作用。它是由肾上腺皮质所分泌的。在药理学上呢，人工合成的皮质醇就是所谓的类固醇药物。白话的说，皮质醇就是人体自行制造的天然类固醇。由此可见，你的身体与生俱来就有天然的消炎药了。你说，人体是不是我们最伟大的制药厂呢？我们把前面所说的性荷尔蒙和皮质醇所造成的影响总结起来。自体免疫患者的免疫调节机制会失控，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体内制造出过多的雌激素，造成过度和持续性的发炎。第二，体内累积了过多的类雌激素，也就是环境荷尔蒙，像是我们在上集短影片提到的三氯沙，就是会让免疫调节机制出问题的毒素。第三，人体因为承受了过度的身心压力，导致丧失了制造天然类固醇皮质醇的能力，因此自体免疫疾病患者需要1维持荷尔蒙系统的平衡，2调节身心压力，就能够重新创造出天然的免疫调节剂和天然的类固醇与消炎药，这样才能逐渐达到减药的目标。所以在北美，自然医学医师会先从检验开始，先精准的确认是哪里出了问题，再借由营养制剂、天然草药补充剂、食疗和水疗法与能量疗法等等，做一个整体系统性的调节，从根源来调整，重新启动你的治愈力。老实说，现在的慢性病包含特别棘手又复杂的自体免疫疾病，它们其实都是多重系统，也就是不止一个系统出了问题，绝非单一药物或是仙丹可以治愈的。
唯有你系统性的去处理自体免疫疾病，才有办法减药跟根治。这是我身为一个美国医疗体系训练出来的自然医学医师，必须要带给大家的一个重要观念。下次我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还有哪一个系统失衡时也会引发自体免疫疾病。让我们一起找出各种 root causes 病根，一层一层的剥除它们，逆转你的数级。希望正在受苦的自体免疫患者们，千万不要失去了希望。请大家别忘了订阅、按赞跟分享哦。健康聊天室，我们下次见。